东荒狐狸洞。凤九伏在案前一卷一卷地浏览之前去魔族时堆积的竹简。自从桃林回来，凤九就有些恍惚，他想不透帝君怎么突然有此一举。因为想不通，所以他特别怕他是一时乱了心智，日后想清楚了会后悔。可是如果他后悔了，他便也不用费尽心思寻找能与他相守的方法，也不会冒受到逆天之惩罚的风险了。他心里就像有两个人，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语地拉扯着。米谷急匆匆跑进来，对着凤九拱手说道：君上，青之魔君燕池雾与赤之魔君旭阳在洞外，说是特地来拜访君上的。凤九听说小燕来是挺兴奋的，可是一听到旭阳也来了，他又不由得想起了那些令他不太愉快的事。这个魔君做起戏来可真是有够敬业的。想着，凤九起身简单收拾了一下书案，说道：快请两位进来。片刻后，两个男子进了狐狸洞。只见其中一人身着蓝色长袍，银白腰带束着腰身，面容姣好，甚是美艳，走路却挺胸抬头，大摇大摆，这正是燕池雾。另一人一袭玄衣从颈间直直垂下，并未系腰带，英俊的脸孔洋溢着暖如春风的笑容，此人是旭阳。待两人走近，旭阳对凤九礼貌地一拱手道：旭阳见过凤九女君。一边的小燕则挑起眉毛，一脸不满地说：哎呀，你们东荒也不过如此吗？老子第一次来，刚看了几眼就看腻了，你成天闷在这也不觉得烦，老子可真是佩服你。旭阳是了解燕池雾的，所以当燕池雾来到人家的地盘，还理直气壮地嫌弃人家的地方不好看时，他一点也不吃惊，脸上还是保持着他标志性的暖笑。不过凤九对这么彬彬有礼的旭阳并没什么兴趣，当然他也不是对粗鲁的小燕有什么兴趣，只是觉得他更亲切些。于是他只是微微对旭阳一点头，同样礼貌地回他一句：旭阳殿下不必多礼。接着没好气地对小燕说道：小燕，你可知随口诋毁别人家乡是要遭报应的？这么一来，小燕被堵得说不出话来了，只是闷闷一声说道：跟你开个玩笑吗？旭阳也愣了，他那是被凤九的变脸速度给吓到了。然而他毕竟是堂堂魔君，这点小惊吓缓个片刻就过去了。于是他调整了一下心态，管理了一下表情，想着此番来是有正经事的，便又一拱手开口道：女君，旭阳此番来其实是有个不情之请。殿下请说。只见旭阳皱了皱眉头，微微有些无奈，却又十分诚恳地说道：舍妹的事情女君也有所知，她本来是终日将自己关在房里，几乎不与人说话，可怎料前几日她不知从哪个婢女口中听说女君到我魔族做客，也略微知晓女君与东华帝君交情匪浅，所以她竟到我面前来求我，说想见一见女君。旭阳见她实在可怜，便答应她来与女君说上一说。不知女君可否在百忙之中见上舍妹一面？凤九一愣，之前他在魔族时曾提出见姬恒，可是被旭阳拒绝了。如今姬恒说想见他，他又屁颠来求自己。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旭阳这种行为，那就没有比妹控更恰如其分的了。凤九不知道关于旭阳，帝君也是这么评价的。言归正传，凤九觉得虽然旭阳这么一会一个样子令他很是为难，但是他毕竟是全心全意为他妹妹着想的。姬恒是他在世上唯一的亲人，他对他这么好也是令凤九十分动容的。于是他想了想，说道：那凤九便随殿下去一趟西南荒，不过我东荒还有政务没有处理完，恐怕不能与令妹见上太久，这样可好？旭阳闻言简直是感激涕零，激动的又是一拱手，说道：女君如此，旭阳不胜感激，可是怎敢劳女君动身？旭阳这就千里传音回去，叫人将姬恒送来。如果姬恒公主可以来一趟，便再好不过。那凤九就在此恭候了。一旁的小燕自己闷了半天，听完他们的对话，终于忍不住凑过来，十分严肃地说：九九，你快要成为老子心目中除了我们祖宗之外最佩服的人了。凤九不知他此言何意，不过从小燕嘴里说出来的感觉不是什么好话，就算是好话也变了个味道。于是他眯了眯眼睛，一脸狐疑地说：为什么？只见小燕认真地解释道：都说情敌见面分外眼红，
老子心胸这么开阔的，都恨不得这辈子别再见到冰块脸这家伙。你居然还打算主动送上门去找姬恒？不过除了佩服之外，老子更多的是怀疑你到底是不是女人。虽然老子的确是一直没把你当女人看，可是你长成这副模样，除了姬恒，老子倒没见过比你更漂亮的，应该是女。你打老子干嘛？还没等他说完，凤九的拳头就毫不留情地朝他招呼过来了。西南荒清风院中，碧月池清澈见底，平静无波。一袭白衣的仲隐静静立在池边，他面色略显苍白，清泉一般的眸中透着隐隐的痛色，轮廓分明的唇紧紧抿着。19万年对于凡人来说是遥不可及，甚至想都不敢想的时间。对于神魔来说，这也是一段不短的岁月。神魔只有一生，而他们的一生中又能有几个19万年？有的人用这19万年来游历世间，尝尽人生百态；有的人用这19万年来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，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；有的人用这19万年来建功立业，致力于实现自己的理想；还有的人用这19万年来克己为人，胸怀天下，流芳百世。而他仲隐呢？他用他的19万年来恨墨渊，恨天祖，恨天下。他本不是一个善于恨的人，是谁将他变成这样的呢？他很痛苦，却没想过后悔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别无选择。既然别无选择，那就好好恨吧，用力去恨，专心的恨。有的人报仇要用剑，有的人用刀，有的人用枪，除了这些实在的兵器，还有人利用爱情，有人利用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人等等。而仲隐没有神兵，不懂爱情，比他厉害的墨渊是仇人，东华帝君又不可能帮他毁掉天下，以此类推，他也找不到能利用的强人，所以他就只剩心中的恨了。禀少主，按照您吩咐的，奴婢在您闭关时用官微术探查了赤玉兰轩，发现昨日未时姬恒公主去了东荒。一个小魔女向仲隐拱手禀报道。仲隐连起神思，微微蹙眉，侧过目光道：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如果说仲隐的19万年中做的每件事都与他的仇恨有关，那么暗中监视姬恒迪却是跟仇恨扯不上什么关系。因为刚刚就说过了，他不打算利用爱情来报仇，就算利用爱情，也实在轮不到姬恒，他又不是墨渊的心上人。另外，虽然从小燕池雾就跟他墨迹自己如何喜欢姬恒，但他从来就不是很看好这两个人，更不会忽然想要帮着燕池雾拿下姬恒。那么就还有一个原因，也是令仲隐自己觉得很是离谱的原因，毕竟他向来不是好管闲事的人。说到这件事，就不得不说一说仲隐心中的东华帝君、白凤九和姬恒了。仲隐知道姬恒与东华帝君的事情，也了解姬恒是什么样的人。他想，如果姬恒不晓得帝君和凤九的事，那最多就是自己不出门，终日以泪洗面，心里还想着也许有一天帝君会回心转意，被他感动考虑接受他。可如果他知道了他二人的事，他就一定会做点什么了。这就是他所认识的姬恒，外表柔弱，骨子里优越感很强，一旦遇到与他争一样东西，而且还有可能抢得过他的人，就会用尽手段，甚至有点百折不挠。至于白凤九，起初仲隐只是想起了20万年前邵婉将只身睡在菩提林里的他带回清风院这件事，情不自禁地将凤九捡回来的，并不是他以为的什么出于一番好意，怕他一个人遇到危险之类的。他对他的第一印象是，这位青丘女君的酒量真是小，心也真是大，没有一点女子的婉约含蓄也就罢了，还傻头傻脑的，连做梦和现实都分不清楚。狐狸不是应该很聪明吗？仲隐一开始甚至怀疑他见到的是只假狐狸，后来他看着他跟燕池雾说说笑笑，一会一脸诚恳地说着大道理，宽慰他被姬恒刺伤的小心灵，一会又故作轻松，却藏不住眼中黯然地说着他的心事，他更加觉得他是只假狐狸，因为他没见过这么傻的人，更别说狐狸了。所以他的直觉告诉他，在东华帝君这件事上，白凤九会被姬恒欺负，而这是他不希望看到的。也许是因为白凤九对待爱情傻得很像邵婉，可能比邵婉还傻。也许是因为他更傻地误会他好心救了他，还要向他报恩。也许是因为他开怀一笑时明媚灿烂的脸庞。也许
是因为他那双清澈透亮到能够让他看到自己倒影的水眸。爱情果然是个苦果。凤九总是让仲隐想起邵婉与墨渊，他知道他们是相爱的，可是墨渊的爱就化成了致命一剑，刺穿邵婉的心，而邵婉的爱就是一动不动，不闪不避地受了这一剑。他鄙视墨渊的懦弱，憎恶他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。仲隐没尝过爱情，也没想过去尝试爱情，可他坚定地以为，真心爱一个人，若是不能舍弃一切护他周全，那便也不配谈什么守护天下苍生。仲隐自己也没有意识到，一颗与众不同的种子就在这个时候，借着这个契机，深深埋进了他本应该充满仇恨的心底。那颗种子将来会破土而出，不受他控制的渐渐长成粗壮高大的树。东荒狐狸洞中，凤九刚一从内厅出来，就看到一位陌生的女子。她一身素色的月白长裙，将那纤瘦却不失曲线的身材包裹得严严实实，乌黑的长发只少部分用一只玉蝶簪子盘整约束，其余全部直直垂下。一见到凤九，女子连忙走到凤九跟前，向她微微躬身行了一礼。凤九见状，也立刻回了一礼。待两人都抬起头来，凤九才看清楚她那白得透出病态的瘦削脸庞。再怎么令人惊艳的精致五官，在这样一张脸上都会黯然失色。凤九心中一颤，她这是得有多心痛，才能将自己折磨成这个样子。正在凤九感叹不已时，姬恒首先开口道：“凤九女君愿意见姬恒一面，姬恒实在万分感激。听兄长说，女君还有公务在身，如此繁忙之际，姬恒还来叨扰，也实在是过意不去。”那声音细柔轻软，听上去跟她的容貌一样，让人怜惜。凤九天生见不得人在她面前柔弱可怜的样子，一看到有人这样，她就忍不住爱心泛滥，忍不住想要为对方做些什么。因为这个性格，她吃过亏，也受过益。吃亏可能就是小时候有一次，她同桌的灰狼弟弟笨得为了追逐一只兔子，把腿摔断了，可怜巴巴的求她帮他点名时打了倒。她帮了他，然后被夫子发现了，再然后就毫无悬念的被他爹吊打了一顿。而受益就是1个月后，灰狼弟弟痊愈，重返学堂，知道他为了帮他付出了惨痛代价，十分过意不去，于是帮他做了1个月的佛理课作业。那件事以后，凤九动用了他不经常用的智慧，总结出一个道理：充满爱心的帮助别人，也许眼下会吃点亏，但长远来讲是好的。其实根本不等凤九想得这么深刻，他一看姬恒这个样子，本能的就母性大发起来，一把拉住姬恒那苍白冰凉的手，说道：“姬恒公主别这么说，凤九之前在魔族时就想见一见公主了。公主且随我到内厅坐着说话吧。”东荒从前是凤九姑姑白浅的府邸，白浅一不喜艳色的装饰，狐狸洞的内厅又相当于是寝室，所以更是肃静。凤九继位后搬进了东荒狐狸洞，装饰布局上并未对原先的做出任何改变，只是本来清静的内厅墙壁上多了一幅四海八荒图。一进来，姬恒的目光就落在了那幅四海八荒图上，想他曾经跟着帝君修习作画与垂钓，又怎会看不出此图出自帝君的手？更何况那图的落款清清楚楚地留着东华子府少阳君的字样。凤九看到了姬恒脸上僵硬的痛色，看到他正看着那幅图，于是立刻试图转移他的注意力。姬恒公主，不知你喜欢喝什么茶？别的我不敢说，要说茶，我这狐狸洞可是齐全得很。姬恒缓缓收回目光，看着凤九，淡淡的说道：“不知女君此处可有净瓶绿雪？”凤九一怔，她就是没有这种茶，不是因为别的，而是因为这是帝君最经常喝的一种茶。本来这洞里也是有的，但她自从住进来之后，就总是忍不住喝这个茶，一喝就想起帝君，一想起帝君就一发不可收拾，所以她干脆就把这茶都给姑姑送去了。至今这里都没有这茶。如果凤九没有爱过帝君，那么她会觉得姬恒曾经是帝君的学生，口味与他相似倒是无可厚非。可是他也爱他，他知道那种见不到人，所以特别想喝他喜欢的茶的感觉。可是连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他也满足不了他了，于是凤九面露愧色道：“姬恒公主，不知其他的可以吗？我这里碰巧没有这种茶。”姬恒倒是不矫情，微微一笑说：“无妨，就按女君的喜好吧。”狐狸洞内厅，
米谷给凤九和姬恒奉了茶，便退了出去。凤九看了看冒着热气的茶杯，又看了看眉眼黯然的姬恒。他觉得姬恒来见自己，无非是因为东华，可能他是觉得凤九跟他一样痴恋帝君，为此伤情，两人能够互相理解慰藉才来的。既然来了，又怎会只是愣神呢？许是姬恒生性内敛，初一见他更是有些拘谨。于是凤九开口说道：“不知公主想对凤九说什么？女君无需客气，唤我姬恒就好。”那好吧，那你也不必称我女君，叫我凤九吧。姬恒嘴角勾出浅浅一笑，但眉心依旧蹙着，说道：“那图是帝君画的吧？”说着，他又看向了墙上那幅四海八荒图，眼中尽是羡慕之色。凤九一顿，觉得他既然主动问了，骗他也不好，于是点点头道：“我听说你跟着帝君学过作画，那你一定也画得特别好吧？”凤九本来想岔开话题，谁知道姬恒一听跟帝君学画画，更是神伤，眼中竟然渗出一汪泪来。是啊，那恐怕是姬恒此生最快乐的时光了。唉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凤九又何尝不会觉得当初自己太晨宫做宫娥，在凡间做淑妃时是一生最快乐的时光。看着姬恒对帝君实在是用情至深，虽然他也好歹算是自己的情敌，可凤九一见他这痴情的模样，就是排斥不起来他。姬恒见凤九出神，便接着回忆道：“还记得那时，姬恒在13天太晨宫随帝君学习，除了我与帝君两人，还有一只红色的灵狐作伴。那只小狐狸特别可爱，总是缠着我和帝君撒娇。帝君非常喜欢它，去哪里都会带着它，就连在就寝时也让小狐狸在一旁，就连我都有些嫉妒它了呢。”凤九一惊，心想原来帝君以前也养过狐狸，于是不禁面露惊色，问道：“帝君还养过狐狸？”姬恒面若梨花，看着凤九点点头，说：“帝君没同你讲过吗？也许是因为后来那只小狐狸走失了，帝君天上地下翻遍了也没找到，太过伤心了，所以不愿提起吧。我真是很羡慕那只小狐狸。我在太晨宫时，帝君对我客气却疏远，而对那小狐狸就亲近至极，还亲自为它下厨做糖醋鱼。我甚至想，如果她是个女孩，帝君定会极其喜欢她，宠爱她。”看着姬恒悲凉到高潮的神情，凤九心里有些不是滋味。说实话，她也有点嫉妒姬恒说的那只小狐狸了。记得她在太晨宫当狐狸时，帝君都没有让她时刻陪着，更没有为她做过什么菜，别说糖醋鱼了，就连弄条生鱼给她都没有。同样都是红色的狐狸，差距怎么这么大呢？姬恒，你不必介怀，那只小狐狸毕竟只是帝君的灵宠，长得可爱，也会粘人，帝君喜欢它也是很正常的。姬恒不知听到了什么，或者想起了什么，脸色顿时更加难看。只是灵宠，我原本也是这么以为的，直到有一日午后，我本想去给帝君奉茶，经过书房，看到帝君正闭目养神，那只小狐狸好像以为帝君睡着了，便幻化出了人形。那是个还未长大的少女，她看着帝君出神，竟然上去轻轻吻了他，然后又马上变回了狐狸的身形。帝君是多么警觉之人，怎会不知道他的灵宠变成人形亲了他？可是他什么也没说，装作什么也不知道，依旧疼爱他，与他亲近。而我呢，我也想与帝君亲近，帝君却将我逐出了9重天。凤九大惊，原来他不是第一个以为帝君睡着亲了他的人。之前帝君被他亲了之后，也若无其事地帮他顺毛，难道他向来不会拒绝女子的亲密之举吗？可是姬恒要怎么解释呢？也许姬恒是因为使用了禁术，所以情节更加严重，帝君才将他赶回了魔族。如果姬恒也只是变成个小动物到帝君身边，趁他装睡时偷偷亲他一下再变回来，也许帝君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可是凤九怎么想都觉得别扭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帝君不就成了到处占女孩子便宜，然后还好像没事人一样的猥琐男了吗？不是的，凤九觉得帝君不是这样的人。不仅仅是姬恒，还有知月。虽然他以前也经常出入太晨宫，经常屁颠屁颠跟在帝君后面，可是自从凡间历劫回来，凤九每次去太晨宫都没见他了。他当时很奇怪，就问了司命，司命说是帝君下令，今后没有他的旨意，
知月不得入太晨宫。由此可见，帝君并不是不会推拒女子的亲近，那么他真的挺喜欢那只小狐狸。如果她是个女孩，他会特别宠爱她，而她就是个女孩，所以她走失之后，帝君才会找遍天上地下，伤心至极吧。东荒狐狸洞，凤九依旧伏在案前翻阅着竹简，可却有些心不在焉。昨日姬恒来见他，回忆了往日在太晨宫的事，告诉他帝君之前养过一样小狐狸，那只小狐狸也化成人形偷亲过他。这个消息对凤九的影响还是挺大的。自从姬恒离开以后，凤九就有些恍惚，做什么都好像魂不附体似的。之前在凡间做淑妃时，司命就问过他，难道看着帝君宠爱贵妃，他心里就不嫉妒吗？那会他毫不犹豫地就回答他说不会。他也确实不明白为什么要嫉妒，可能是因为他下意识里觉得陛下对贵妃好是因为他们青梅竹马。可是那次他腹痛难忍，问帝君如果他说是贵妃害了他，他会不会相信，他想都没想就说不会。那一次他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了，现在看来那就是嫉妒了。就像此时他不停想起那次帝君佯装醉酒，他亲了他的鼻尖，事后帝君若无其事的样子。他想姬恒看到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幅场景吧。凤九从来不是个矫情的人，虽然遇上帝君之后偶尔内心有点小挣扎，但他也总是积极的克服。比如凤九会自我暗示术，这一项技术是凤九跟帝君分开的这几百年里自己摸索出来的，经过不断练习，已经达到比较成熟的水平了。当然是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。具体的操作方法也很简单，就是自己跟自己对话。举个例子，当凤九一看到他寝室里的四海八荒图，想起帝君，痛苦和孤寂感袭来时，他就会不断告诉自己，白凤九，你只不过是在怀念一位故人，这位故人是个大英雄，对你也很好，所以你会格外想念他。但是你们没有缘分，就这么放下其实挺好，他还是他，你也还是你，今后你应该带着对他的感激好好走下去，拥有真正属于你的缘分。这个方法基本上是有用的，不过也有不好使的情况。就比如上次姑姑大婚时，他见到了帝君本人，再用这个办法来平复情绪，就发现他失效了。再比如这次他告诉自己，凤九，你不应该介意帝君之前养的那只狐狸，因为帝君说不定就是把它当成宠物或者小女孩，所以没有追究他亲了他的事。而且他已经走失了，今后说不定也不会回来了。帝君不是要你等他吗？说明他肯定是喜欢你的，你要相信他。那只小狐狸不过就是亲了帝君一下嘛，你也干过一样的事啊，所以你没有落得下风。不过等等，那只狐狸偷亲过帝君，你也偷亲过；那只狐狸喜欢黏着帝君，你也经常黏着；那只狐狸是红色的，你也是红色的。那只狐狸丢了，帝君又遇到了你这只，所以帝君是把对那只狐狸的喜欢转移到了你身上。不，帝君不是这样的人。可是也许帝君自己都没有意识到，是因为之前那只狐狸才。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凤九不明白，怎么好好的自我暗示技术竟然如此难用了，不仅没有缓解他内心的矛盾，反而将矛盾激化了。难道是一段时间不用，对其精髓生疏了？再试试，再试试。突然一个人声打断了他。凤九抬头没好气地瞪了过去。君上，洞外有个白衣男子，说是清风院仲隐，特来拜访君上。是米谷这个讨厌鬼。凤九一愣，心想这魔族是怎么了，要轮番来他东荒走一遍。不过仲隐算是他的恩人，也收留他在清风院住了1个多月。等等，怎么感觉好像哪里不太对劲？算了，凤九懒得深究。总之他对仲隐的印象还是不错的。如果说旭阳太温柔，小燕太粗鲁，聂初银太不好说，那仲隐给他的感觉就是清爽却不失深度。为何这么说呢？虽然他与他之间话并不多，但他一听到他仿佛淙淙清泉一般的声音，就觉得他一定是个心灵纯净之人。再看他同他说话时的表情，虽然也不甚丰富明显，却能察觉到他嘴角隐隐的笑意。每当这时，凤九就想到一个人，没错，就是帝君。帝君面无表情的样子，他可是太清楚了。可差不多的表情，
帝君和仲隐给凤九的感觉就截然不同。帝君这副模样总让他觉得他清冷孤傲，威严肃穆如冷玉，而仲隐这样就让他觉得他就好像是清风院的碧月池，虽然深沉却十分清澈。想到这，凤九不禁感叹，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跑题了，凤九赶紧回过神来，调整了一下情绪，快请他进来。